沙子土养桩生长快，挖桩也方便，像拔萝卜一样。金蛋子的根比较奇特，玩金蛋子盆景主要是玩它的根。桩材的培育中，充分利用细分子，它的生长会更加快。这是几年前剪下的一节根开始培育的，主要是靠这个细分子把它拉大增粗。这些都是从这个根萌生出来的，本来是连根被拔断了，看来挖桩不能偷懒。金蛋子的根在培育过程中不需要调整，任其自由生长，会出现这种盘根错节的状态。主要是控制好浇水，干透了再浇。干与湿会使根在生长中一张一弛，产生这种自然弯曲的变化节奏。把这些侧根都剪干净，根的线条会更加清晰。高体根的形成，用一个简单的容器限制根的生长范围，根密集也比较流畅。交错的地方要调整一下。三段的过渡自然弯曲，用这个枝做下叠枝，高提根高提枝，看看效果怎样。这个细生枝不需要了。细生枝在桩材的培育中不可小视。确定这个朝向为竖式方向，简单的修剪一下。把这个枝条下叠，造型的基本轮廓就出来了。就按照这个想法进行修剪和调整。先把根调整好，这些根总体看上去还比较自然，空间上要稍微理顺一下。主要是这条缠绕的根，打破了根的直上直下空间。但这条根缠绕过于亲密，交叉太显眼，把这几条根收拢，让这条根呈凌空状态。尤其是要把这个弯凸出来，先试一试，看看根的味道能不能出来。调根主要是掌握根的走向，把根的线条凸显出来。办法很简单，用一个小模块把这个突出的部位撑开，用铝线将根之间的距离固定好，上端收紧，下端要撑开。根之间在视觉上不产生重叠和交叉感，最好的办法像这样把它们拉开，根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调整好了，再看看效果。根的线条还是比较清晰的，根之间若即若离，而不是整体感。对根的调整分上中下，上端与干过渡要收紧，下端要向四周生长，立足要稳。而中间是我上面讲的根的变法，或者说能体现根的灵动之美的那一部分。金蛋子喜微酸性的土壤，多掺点腐叶土，提高土壤的透气性，也使土壤中含微酸性。高体根的看点重在根的表现，出枝要简洁，把这条枝下叠，其他的枝要尽量少留。把下叠枝的起始点固定好。做叠枝起始的弯曲角度一定要小于90度，一般是在上端选择分支或者是侧枝做下叠枝。弯曲点与硬角的表现更有突然向下的曲折，以强烈的枝形变化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感。做下叠枝要依据树形而定，像这种高体根下部的空间比较虚，没有其他的枝头做陪衬，唯一能弥补这个下端空间的就是这个下叠枝，因此要把下叠枝的尺度做大一点。叠枝的弯曲角度变化比较大，宜在枝条像这种比较细小的时候开始制作。现在做盘扎只是一个基本的定型，以后根据枝条的生长变化再做修剪。盘扎弯曲的人工味比较重，像这种下叠枝还是硬角形成的弯曲变化才更加自然。叠枝弯曲朝下，违背了生长习性，生长会比较慢。在培育过程中，要多利用细生枝来带动整个枝条的增粗。把接口修剪好。金蛋子的愈合能力不是很强，
像这种结构要完全愈合是比较困难的。但金蛋子伤口表面氧化比较快，很容易形成黑色的碳化面，这是金蛋子的一大优点。高提根与下跌枝是一种比较好的组合方式，枝条下跌的趋势与干形成呼应，既有舒适的险峻，又多了几分动感。而且像这种高提根取材容易，造型制作上也简单。我是山泉龙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